飞机划过纽约的夜空，在一阵呼啸中稳稳地停在了肯尼迪机场。苏若离早已经在此焦急，等待多时。自从亲眼见到伊藤雄彦与田中浩一段知再生之后，苏若离便开始迫不及待地盼着妈妈的飞机早1分钟降落。何英秀与苏守道一起通过海关之后，苏若离眼见两人从通道走出，便连忙迎了上来，难掩激动地喊道：“妈！”何英秀见到苏若离，开心地跑过来，单手将苏若离抱住，笑着问道：“在这等多久了？”苏若离忙道：“我刚来一会儿。”何英秀点点头，低声道：“去跟你爸打个招呼。”苏若离看了不远处的苏守道一眼，心中虽是有些尴尬，但还是恭敬地说道：“苏先生您好。”苏守道有些错愕，旋即回过神来，开口道：“若离，以后还是别叫我苏先生了。”说着，苏守道自己也有些没底气地说道：“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叫我一声爸爸。”说完，苏守道也觉得自己挺没脸的，赶紧又补充一句：“你不是都跟知雨姐妹相称了吗？再叫我苏先生，多少显得生分了些。”苏若离下意识看向妈妈，见她对自己微微笑了笑，便鼓起勇气，轻声道：“爸。”好好。苏守道顿时开心不已，连忙道：“若离，你不知道，这些天你妈一直跟我念叨你，说是怕你之前在美国闯了祸，又回美国会遇到麻烦。”苏若离安慰道：“妈，有叶先生在，您不用担心。”何英秀微微笑道：“我其实不担心，是你爸他自己心里担心。我也跟他说了，有叶先生在肯定会保证你的安全，但他可能对叶先生有些个人情绪，所以一直不太放心。”苏守道见何英秀接了自己的短，只能讪笑着对苏若离说道：“爸也不是怀疑叶先生，爸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苏若离自然明白苏守道的心态，也多少能够理解，于是便道：“爸，叶先生神通广大，只要在他身边，我就是最安全的，您和妈今后尽管放心。”苏守道眼看苏若离提及叶晨时一脸崇拜，心中不禁暗叹：我苏守道究竟是欠了叶长英什么？杜海清喜欢他这么多年，我也就忍了，可是我2个女儿都对他儿子动了情，这他妈算什么事儿？苏若离眼见爸爸有些失神，同时又表情复杂，忍不住问他：“爸，您怎么了？”苏守道回过神来，摆手说道：“没事没事，我是有日子没出门了，一下子还不太适应。”苏若离知道叶晨当初向妈妈和外公提过要求，没他的允许，不得让苏守道离开别墅半步，想来妈妈和外公肯定不会忤逆叶晨的安排，估计这段时间爸爸在金陵确实闷得太久了。何英秀这时候有些惊讶地看着若离，脱口道：“若离，你的修为是不是又提升了？妈怎么看不出你的境界了？”因为叶晨之前给过何家些许散血救心丹，所以何英秀的修为在前段时间已经提升到了3星武者。苏若离在来之前的修为也是3星，所以何英秀原本是可以看出苏若离修为的。不过这次再见苏若离，他发现自己已然看不透苏若离的修为，于是便猜测他已经有了提升。苏若离认真点了点头，开口道：“托叶先生的福，修为有了一些进步。”何英秀顿时激动不已地说道：“那真是太好了！咱们何家除了你外公之外，又多了一位4星武者，真是可喜可贺。你外公要是知道了，一定非常开心。”苏若离抿了抿嘴，认真说道：“妈，我现在已经是5星武者了。”5星？何英秀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她下意识地问道：“若离，你跟妈分开的时间也不算长，怎么会连升2级，成为5星武者？这也太快了吧？”苏若离正色道：“
是叶先生有意提拔，所以才帮我突破到了5星武者的境界。我的天，何英秀不禁惊叹道，若离能认识叶先生，这可真是你的造化。我做梦也不敢想，何家竟然还能出一个5星武者。恐怕何家的列祖列宗在世的时候，也不敢奢望何家能到如此高度。苏若离也不禁感叹，是啊，我以前最大的愿望是这辈子能有机会突破到3星武者，可没想到现在已经是5星了。一旁的苏守道心中也不禁为自己这个女儿感到欣慰，随即他忍不住问苏若离，对了，若离，你妈告诉我，你说叶晨让我们来纽约是有天大的大好事儿，就是这件事儿吧？不是，苏若离按捺不住激动地说道，我说的大好事儿是关于妈妈的，而且是绝对是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儿。说着他一下子焦急起来，连忙道，爸妈，咱们快走吧，叶先生还在酒店等着你们呢。苏守道忙问若离，究竟是什么大好事儿？你先跟我们透露一下吧。苏若离不假思索地说道，这件事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空间，我就是现在说了，你们也不会信的，还是抓紧先去见叶先生吧。苏守道与何英秀虽然有些疑惑，但见苏若离不愿透露，于是便也不再多问，跟着他前往白金汉宫酒店。此时的叶晨刚与伊藤雄彦和田中浩一畅饮一番，将两人喝得晕头转向之后，便让人安排他们先行休息。伊藤菜子原本还想着与叶晨在总统套房那个面对着中央公园的露台上喝茶聊聊天，但在得知苏若离的父母很快要抵达后，便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早早地回了叶晨给自己安排好的房间。很快陈泽楷便来向叶晨汇报，少爷，若离小姐回来了，何女士和苏家的苏守道也都跟着一起到了，我让洪武带着他们去准备好的套房了。叶晨点点头，开口道，好，我现在就过去。说罢，叶晨快步来到提前准备好的豪华套房，苏若离与何英秀、苏守道此时也已经到了房间。看到叶晨进来，何英秀连忙恭敬地说道，叶先生。叶晨对他微笑着点头示意，开口道，何女士，这么仓促把您从金陵叫过来，没耽误您的其他安排吧？何英秀忙不迭地摆手说道，怎么会呢，叶先生，何家上上下下都随时听从您的吩咐，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您吩咐了，何家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叶晨轻轻点了点头。此时一旁的苏守道有些唯唯诺诺地开口说道，叶先生您好。叶晨看着苏守道，微笑问他，苏先生最近在金陵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苏守道不假思索地说道，还要多谢叶先生您当初高抬贵手，让我能有机会过上现在这种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生活。叶晨笑了笑，又问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的话尽管说出来。苏守道头摇得像拨浪鼓，连声说道，没有，绝对没有。叶晨微微点头，又问他，对了，你跟你们苏家的苏老爷子有联系吗？他现在在马达加斯加过得怎么样？苏守道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一声，回答道，老爷子在马达加斯加怎么说呢？整体还挺好的吧，说是弄了很大一块地，养了不少非洲特有的野生动物，还说过几天打算弄个马场，养些马玩玩。叶晨笑道，那是不错，有机会帮我向他带个好。苏守道讪笑两声，心中暗忖，老爷子在马达加斯加天天抱怨那个破地方鸟不拉屎，每天不知道要骂你多少遍。不过他嘴上却十分恭敬地说道，一定。叶晨转而又看向何英秀，认真道，何女士，这次请您过来，
主要是有一种新药，想让您帮我试一试。何英秀听闻这话，再结合女儿跟自己说是有天大的好事，还以为叶晨是要给自己服用丹药，让自己修为提升，于是便赶忙说道：叶先生，在下有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叶晨笑道：何女士不必这么客气，但说无妨。何英秀看了一眼自己空空如也的右侧衣袖，认真道：叶先生，您不必在我身上浪费丹药了，对我这种情况来说，修为就算提升上去，跟同段位的武者比起来，战斗力也差了不少。缺一条手臂，不只是战斗力损失了1/4，更重要的是身体协调性始终会处在不协调的状态，实战的时候很难发挥出足够的攻击力，若是再把那些灵丹妙药用在我身上，实在是暴殄天物了。一旁的苏若离连忙说道：妈，叶先生让您试的药就是专门解决您这个情况的，您就不要推辞了，赶紧答应吧。何英秀不知苏若离这话是什么意思，心中暗忖右臂的缺失是我根本无法弥补的短板，叶先生能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这种情况？他就算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让我的右臂重新长出来吧。苏若离看出母亲的疑惑，她想说出实情，但又怕母亲知道之后情绪会因为质疑、激动或者紧张而产生较大波动，于是便道：妈，您就别犹豫了，赶紧答应下来吧。何英秀为难地说道：妈不是不想听命，只是妈不想叶先生在妈身上浪费丹药。叶晨这时候微笑说道：何女士，相信我，这丹药只有用在您的身上才不浪费。说着，他掏出一颗断续丹，递到一旁苏若离的手上，开口道：若离，你带何女士去浴室吧，待何女士泡入泥浆里之后，把丹药给她服下。苏若离接过断续丹，顿时激动到眼泪都夺眶而出，感激不已地说道：谢谢叶先生。说罢，他看向何英秀，兴奋到带着几分哭腔地说道：妈，快跟我去试药吧。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